没想到在长相思中，涂善景才是最心狠之人。看懂他一夜白头，才明白他的爱至死不渝。小妖在清水镇时曾经对叶时七说过，他是心狠之人，流落大荒数百年。小妖说自己是靠着对别人狠，对自己更狠，才能够活下来。然而小妖不知道的是，他口中的狠只不过是保护自己避免被伤害的说辞，而涂善景则是真正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狠。在涂善景与防风印印大婚那天，他让一个傀儡与防风印印拜堂成亲，而他则穿着叶时七的衣服，苦坐在山崖上，望着小妖送给他的草药包发呆。此时的草药包莫名其妙地裂开，里面的东西散落不见。涂善景慌忙地在地上寻找，最后才找到一粒种子。他很快就认出这是当时他送给小妖一串花的种子。没想到小妖心里早就有他了。此刻的他伤心痛哭，竟一下子多了些许白发。之后他和小妖就再无可能了。虽说是小妖救了涂善景，但同样的，涂善景也治愈了小妖。他犹如一缕温暖阳光，照进了小妖的心里。原本以为他可以给小妖采一辈子的花，但是现实却让他绝望了。曾经的青丘公子涂善景，在被亲哥囚禁折磨了3年。土山侯摧毁了他的肉体，肆意践踏他的骄傲，他早已心如死灰。可当他被小妖救活成为叶时七后，他对待他人依旧保持着善良，就连后来他回到涂山家，都能原谅涂山侯的所作所为，对他没有丝毫恨意。涂山景把温柔全部给了别人，而对自己的错误却是最狠的，他惩罚的始终是他自己。原著中，涂山景对小妖和苍玄的感情其实很早就有过怀疑、疑惑，甚至验证。小妖可以为了苍玄不顾性命，甚至牺牲自己，成全他的大业，这到底是多么深的感情啊！所以他终于忍不住地询问小妖，你对苍玄的感情到底有多深？当小妖回答他也不知道有多深的感情，只是觉得2个人从小一起长大，经过战乱之苦，互相安慰照顾的心情，还有在长辈们面前承诺会互相帮助、互相成全的心情。涂山景听了，这才放下心来，认为小妖对苍玄是小时候的兄妹之情。至于苍玄对小妖的感情，他从来没有怀疑过。直到他提亲的时候，发现苍玄左右摇摆，总是不大情愿的样子，这才有过怀疑。苍玄是怎么回事？好像并不高兴他和小妖结婚，可回想前后，他发现自己和小妖在一起完全是苍玄促成的，怎么可能现在他还不满意2个人结婚呢？直到想到他把小妖气吐血之后，苍玄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，他这才猜测苍玄有可能还是不放心他，不放心把小妖交给他。可后来苍玄对他动了杀机，他又死里逃生的回来后，发现小妖对他抱歉，认为都是自己的错。如果不是因为苍玄对他的喜欢，他不会经历这样的结果。他却始终不这么认为，反而觉得苍玄没有看到过他的真实实力，所以就不相信他能够保护小妖，甚至给小妖带来幸福。而他的过于顾虑和小心，没有在苍玄面前展示自己的真实实力，导致自己错过了对方对他的信任和认可。再加上轩辕王几次提醒，他都没有放在心上，反而觉得时间越长，苍玄总会接受2个人结婚的事实。所以面对小妖和苍玄的感情，他从来都不担心苍玄，反而一直怀疑和担心小妖的情绪和感受，因为他从来都不相信苍玄会真的喜欢小妖。